今天要为大家介绍这一款，是我近期闻到还蛮喜欢的一支，而且也是我同事一致颇受好评的，叫做带枪朱丽叶隐山之玉。它的山是哪个山？衣服的那个衣服的那个山，所以意思就是说，隐藏在你衣服底下的，肌肤所以一定要喷在肌肤上啊。对，穿衣服之前的第名一件字取得衣服，真好，这到底谁取的？好不好？我们向他致敬一下。好，那把那个意境形容得很好。对，那我们看这一个隐山之玉有没有很厉害？先讲一下隐山之玉，感觉起来应该要像是什么样的？它就是自然而然存在你身上的。哦，真会讲。那我来一个，它就是穿比不穿还香啊，穿比不穿还凉这样。什么意思好啦？穿比不穿还香。就是没有，我只套一个随便的那个广告词而已啦。哎，好，来试试看。这个很厉害，而且它的雾感也很好哦。这就是哎，这个是不是我很喜欢龙涎香的那个味道？对，百麝香，没有，这一支是麝香，夭羞哦。这一支就是百麝香哦，这一支就是白麝香。这一支没错白麝香，这一百支麝香，让我想到了有一支白麝香很有名的，你知道叫什么？这一支就是高级版的白麝香。你知道是哪一款吗？我知道。那你说个牌子。 The Body Shop，哦，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呦那一支。你还好没讲到阿卡卡巴白麝香。阿卡巴的白麝香比较偏木质，这对比较偏花香。是花哇香，这一支麝香，因为后来发现白麝香有偏皮革的，有偏木质的，有偏花香的。对然后这一支是偏花香的白麝香。 ，OK，哎，这一个真的很厉害。我觉得它就是高级版的 The Body Shop。通常我们对于白麝香，你所知道的第一名应该是什么？第一名应该是哪一支？第一名的白麝香哦，对，我们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 The Body Shop 的白麝香嘛，对不对？对，紫色的那一个嘛，对不对？对透明瓶紫色。那第二个应该大家知道就是阿卡卡巴白麝香，对，这两支是最红的白麝香。这两支最火。对对对对。但是如果你要再超脱这两个经典白麝香之外的新世代选择，我觉得就这一支非这一支莫属，超级厉害时。髦感的对，白麝香，形容一下你现在闻到的好不好？我觉得它会好，比 Body Shop 的那一支白麝香再更丰富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它放了棉麻。棉麻那个味道就是像你洗完衣服，然后衣服晒完太阳之后那个暖暖的香气。对，想睡觉了，对，睡觉，它就是多了一个那个棉麻，所以你会觉得它的层次比较不一样。因为 Body Shop 那一支应该就是单纯的白色，就是单纯的麝香加花香这样子。对。这一个让我感觉它是白麝香，直接联想到就是媒体小铺的那一支，没有错。可是那这一支让我又更像是在夜晚里面，然后拥你入眠的那一种感觉，哦，拥我入怀，对的，不是拥你入眠的这种，这样会想到就另外一支拥抱着它，然后很舒服、干净、我觉得是贴肤抱着的味道，睡着了。这个比较像抱着棉被的感觉。哦，你是抱棉被就对了，好不好？对啊，棉被才有这个香气呀、对，我抱的是人呢，还人很少有这种香气。人抱着人，然后盖着软绵绵的棉被，哦，对，然后可以好好的聊天的这样。香，这时候还可以聊天吗？哦，没有，聊不出来了。喂，这一支真的很赞哎，就是非常，我觉得它是人家说它是怎么样，荷尔蒙是吧？植物的荷尔蒙是吧？对白麝香植物荷尔蒙。但它现在都是不是没办法从植物中、动物中萃取的，是它现在都是合成
合成哦，所以这一白色香本来当初就是调出来的一个东西啦，它从头到尾就是被调出来的一个香味，然后只是因为后面就被大家拿来当做基底。是 ，OK。对，我这个我刚刚一度闻的太兴奋，太有记忆联想感，我们要让专家多讲一点好了。啊，什么意思？那帮我们介绍一下它的香调的走法好不好？它一开始是茉莉花香。哦，有茉莉花香哦。对。然后中间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个棉花的香气，后面就是麝香，它就这么简单。哦，就这么简单。对。事实上，对，越厉害的香水，它是越简单的表达。也有可能它还有其他，但调香师不想告诉你。对，就像可口可乐，有可能可口可乐到现在我们都还不晓得它的对啊秘方。我觉得有。糖水，其他的。我们每次在讲说前中后调是什么时候，其实我都很想跟大家讲，绝对没有那么简单。是。绝对没有那么简单。那他一定没有告诉你全部的，所以你可能只能闻出大概有什么。可是我觉得他调的时候不可能只用这几个原物料，因为如果你有去上过调香课，你就会发现，如果这么简单的东西是调不出这么好的一支香水的。是啊，我有看过香料表是那个沉木，前中后全部都只写沉木。对。可是因为沉木有产地有不同啊，所以他没有写出是哪些地方的沉木嘛，你还是可以闻出前中后段的差异性啊。是。对。那也有可能其实他后面有加了别的东西，他没有告诉你啊，所以你才可以闻出那个前中后段的沉香，然后闻出不一样的感觉。是。所以其实有时候香调表是拿来参考的。对。而且你看，光玫瑰每一个地区温度跟纬度跟湿度，只要有其中一个因子不同，它玫瑰生长出来的香气就不一样。每一个品种的玫瑰花香就已经香气不同了。是啊。然后每一年出来可能都还会有略略的差异，因为气候的关系。对。如果这一支你会觉得想要用在什么样的场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心情？它一定是我的起床或是睡觉前喷的香水。是。对。好。就是让心情愉悦跟平静的。不管你是要开始或结束，我觉得对。事前或事后，对不对？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解释呢？对，因为如果好换你问我说适合在什么样的场景跟心情，你刚刚不讲吗？不是，我说换你要问我了。那你觉得它适合在什么样的场景？我觉得如果你今晚打算要跟某一个人滚床单的时候，这一支绝对要搬出来。我不会想，我觉得我比较想要用在跟自己相处的时候。真的哦，所以难怪你滚棉被嘛，这样。这个真的，这个好，非常的神秘、性感，然后又温柔、舒服，又很贴肤，白白净净的。有的香水是你要拿来，它要显香，要凸显你自己然后或是让别人记住你，或是那有的香水就是拿来，你可能是跟自己相处，或是跟亲密的人相处。对，所以香水有不同的功能、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穿着打扮，都可以用不一样的香水。所以我觉得这一支特别适合跟亲密的人一起共享。这样我们就知道，原来男生希望你身上就是这种干净的 baby 香。对，这是 baby 香吗？它就是干净的 baby 香。我觉得它是干净的性感。没有，其实就是 baby 香。法国做过那个一次在街头做过那个统计跟记录。最受欢迎的香味第一名其实是妈妈身上的味道。对。我们所谓的 baby 香其实也不是 baby 香，其实大家都是喜欢那种小时候那种纯真干净的味道，可是其实那个还掺杂了可能乳香跟肥皂香的感觉。对。那其实 Body Shop 的白色香当初去设计的时候就是往那个方向走。所以出来的香气它不是那么单纯只有皂香感，它可能还会有一个人身上的那种香味。对。你这让我联想到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越到夜晚深夜的时候越容易静下来跟越有安全感吗？因为我们在妈妈子宫里面的时候就是暗暗的这样子，而且非常有安全感。所以我们对于香气还有环境的感受，香水可以表达得相当好。
所以像这一支就是，你看真的，所以他用黑色渐层吗？对，所以他用黑色的渐层瓶。对，赞，非常非常喜欢，我同事也很喜欢。但我必须说，它就是线性的那种香调。它是线性的香调吗 ？OK， 那比较没有前中后调的差别，对不对？OK， 那所以可能他故意就是要这样子呈现啦。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也不用拍后调，对不对？这一支其实可以把它当，你可以单独使用它。那你要把它当基底去叠花香的香水，或是再要叠更麝香、味道明显一点的香味，我觉得是可以的。这一支是可以的，OK， 因为它是线型的，它也没有那么多层次，而且其实棉麻跟麝香本来就可以拿来做基底。太好，这一支不管在冬天里面闻，或者是夏天的时候，它分别都有2种不同的感性。其实所有的香水在冬天跟夏天喷都有不一样的感觉。是，我可以想象得到，这冬天你就会觉得被爱包围的感觉。那如果是夏天呢？干净，对，干净，但是就像在夜晚一样的洁白，夜晚当中的洁白。我觉得就是我洗完衣服把衬衫晾起来之后，然后晒了1天之后收回来的时候会闻到的感觉。味道对，好，那我们先前调。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它应该是没有什么变化了但我们还是给它一点时间嘛。可以啊。那反正你今天上班到8点嘛，对不对？不是，但你没有啊。OK， 好。我应该到8，我的身上没有办法留那么久。我体温太高了，而且今天又这么热。对，今天算相对热，对，今天好热哦。闻起来跟冬天我在闻这支味道不一样好，那回头我们再跟大家介绍。可以等个20分钟啦。对，再讲后调。好，待会见，拜拜。隐山之玉的后调回来了。好，现在在你身上起了什么样的变化？就已经跟我的皮肤贴在一起了。完全没变呢对啊，你很好笑。对，事实上，在我身上也没有改变。它是线型。人们都在追求一件事情，就是希望永恒不变，希望这个爱情永恒不变，希望感情不会变质，对不对？如同我们希望这个香气从头到尾都不要改变。这也是一种很难的追寻，因为改变是太正常、太轻易的事情了。唯一不变的就是一直在改变嘛，对不对？对啊。但是能够让这个香气你喜欢的从头到尾都不要改变，也是很难的事情，对吧？那反倒这一支确实就让我们从一开始录的时候到现在都维持一个调性，对，就是我们喜欢的白麝香，是的，最纯粹白麝香味道。它其实就很像一个女生穿着白衬衫，只有穿着白衬衫 ，OK， 然后身上会有的香味这样子，就是它的睡衣是衬衫式的那种，蛮有联想力的。然后身上干净的味道就只有这样。你刚刚讲说女生穿白色衫，我刚刚要紧接着问你说，那它里面有穿吗？会不会被标记了哈？真的是非常的性感。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简单干净的香气，对，然后就是你不需要过多的变化就可以完整呈现的一个香味。是。然后你如果今天想要自己很舒服，然后想要跟人家比较亲密，或是觉得想要让人比较可以跟你接，我觉得它有一个拉近距离的那氛围。我觉得这种香味是可以拉近你跟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对，让人家可以更亲近你的。对，一个香味啦。对，那让人家很容易接近。是的。有稿，我们正在拍《隐山之玉》耶。你的爱。
你讲一下为什么你喜欢这一支？你可以在镜头后面。我觉得它喷起来很舒服，那给人家感觉慵懒的感觉，好亲近。好亲近。看我刚刚才讲完，他就说好亲近。真的哦。对，那在我们没有你身上套哦。你在身上会有调性的变化吗？一开始喷跟后面是不一样的味道哦。真的不一样。我们都一样。我的是不一样。你隔多久？一开始哦。一开始大概对会比较明显，后来它就转为舒服暖暖的味道，对，很像被拥抱包覆的感觉。对，就是很温暖，然后很适合现在的天气，它也不会让人家觉得很燥热。对。那你有没有在冬天喷过这一支？有啊。那夏天跟冬天有没有不太一样？我觉得闻起来的感觉会一点点不一样。有一点点。冬天就是给人家很温暖的感觉，那夏天就会感觉这个人很温柔的感觉不太一样。温暖跟温柔，这个香气很温暖。香气，我说香气。但是夏天会让人家觉得这个人很温柔，因为它是淡淡的味，像淡淡的香调，它不会很浓。可是记忆又，如果我会觉得我会买它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让我记忆很深刻。因为我们这么多香水喷了很多次之后，我觉得它让我印象最深刻。好，那你知道它是白麝香吗？我知道，最后面的时候会呈现出麝香。对。那媒体小布白麝香你有闻过吗？我有闻过，我觉得这支比较厉害。这支有厉害。这支多了很多层次，对，多了很多层次。媒体小布有点一出来就是，然后中后都是这样的味道，但也是淡淡，但这支。一开始会有一点点不同，在每个人身上不太一样。然后到后面之后，它又多了很多层次出来，会让你觉得它是这样的味道。对。好，谢谢你那个刚刚突然被 Q 了。喝啊。好，果然是他的爱，果然是他的爱。对，不是那个纯粹的都一直为了介绍而介绍讲，还是因为真的喜欢。你这样讲好像我是为了介绍而介绍。我是讲我啦。OK。好，这一支坦白说，我真的近期来说是一支很大推的。它应该一直都很受欢迎吧？对。那当时许愿进来也是秒杀啦。对啊。那但是好不容易有，在众多的明星商品中，今天把它选来，介绍给大家。就是像人家讲的，你家里头一定要有的一支香水。是。对。就好像明芳说的，你拿来把它当基底叠香上去，你也会发现其他香水变得更美丽。对啊，可以试试看。是的，可以，你可以单独用它，也可以拿来叠香。我觉得这一支 OK， 这一支可以叠。好，那今天我们把这一支评分一下，白麝香嘛，对吧？0到10分，你会给隐山之玉几分？这一支是可以给10分的，是因为它的实用性很高。香味也很好闻，然后男生女生都可以，对，然后对，就是我觉得是，如果你真要挑剔它，你可能只能说它不咸，可是它本来要呈现的就是不是那种咸香的香调，所以我觉得那也不是它的缺点，是，对，我觉得这一支是 OK 的，这一支应该算是黛香聚一叶的代表作吧，是，对，是非香水了。非香水是代表作，但是我觉得真的吗？第二主打，我觉得这一支比较好闻诶。说是这一支真，我比较喜欢，我反而觉得这一支跟复仇女士我比较有感觉。OK。非香水是龙涎香，对。那可能是因为我喜欢棉麻的感觉，对。就像你说，这里面有你喜欢棉麻的味道，那个棉麻那个棉花的香味，暖暖的那个气息，我比较有 feel。OK。对。好，那如果这一支我要来评分的话，白麝香调，我会给它12分。这么高？多的2分是因为我非常喜欢它，自己加2分进去。那其实多半香水我们在介绍的时候会一直闻，然后我会去想象说现在该有的画面。可是我觉得这一个不用多想，它一直就呈现它该有的那个样子。这非常迷人啊。那我也找不到更多的形容词来形容它。我觉得就是男生会觉得他很性感吧。
对，是男生会觉得它很性感，是女生就是觉得它很舒服。对。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增加你个人的特色魅力，女生的话，我觉得你想要自然而然的展现你的女性柔美的魅力的话，我觉得这一支就可以。或者也要让今晚有所事事的话，可是发生一些事的话，就是自然而然的、自然而然要自然而然啊，你总不能刻意吧？对，同意。好 ，OK， 那这是可以非常尝试的。那我觉得男生来喷这一支，也有一种说不出的这种女生会想要贴近你的这种感觉，就是会让人家想亲近的香味。对，就觉得你是一个温暖的怀抱，然后把对方环抱住这样子。OK， 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今天介绍这一支隐山之玉。对，好吧，这一支应该要每个人都要收一支这样的。那一样摆在这里，欢迎你来。那可能有一天大家就会分装出去了。好，谢谢，拜拜。拜拜。